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的人民日报文章越来越怪了？有时候说中国世界第一了，有时候又说要过紧日子，一会儿说我们已经全面小康，一会儿又说党政机关要带头勒紧腰带。怎么回事？中国不是越来越好吗？不是已经遥遥领先了吗？怎么越领先，腰带却越紧，饭越少，日子越难了？是不是集体得了精神分裂？不，真相只有一个，中国真的没钱了。5月1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重磅新闻：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正式修订施行。简单说，就是从上到下，连公务接待都得缩减开支了。高档菜不能上，烟酒不能碰，外宾接待不能超规格，办公楼不能乱装修，连出差都要节省为先。这不是开玩笑，这不是作秀。人民日报次日评论员文章直接点名，要习惯过紧日子，不能只是说说而已，要形成制度，确保财政资金优先用在关键领域。问题是，什么叫关键领域？是医疗、教育、养老？不，恐怕还是搞政绩工程，搞非洲外交，搞宣传洗脑。至于你我普通人，只能继续勒紧腰带，一边忍受通缩，一边被合理涨价。要知道，过紧日子这句话从2019年就开始讲了。那年是中美贸易战爆发，北京突然发现靠出口、靠房地产、靠投资堆 GDP 的路走不下去了。22年说要学会过紧日子，23年说要开始适应过紧日子，到了24年，直接升华成了习惯过紧日子。就像一个人从破产到沦落街头，到饿肚子，再到每天靠糠咽菜为生。这不是调子定高了，这是国家进入了结构性财政崩溃的倒计时。人民日报喊过紧日子，真正穷的是谁？不是官媒，也不是央企，而是地方政府，已经快砸锅卖铁了。根据2024年全国人大公布的各地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出收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大一线城市同样入不敷出。黑龙江、云南2个老牌省份，财政支出是收入的3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多数地方政府已经依靠借债在活着，根本没有自我造血能力。甚至一些地方专门成立了砸锅卖铁工作专班，试图靠变卖国有资产勉强维持财政运转。再不勒紧裤腰带，这个庞大的行政体系就会轰然坍塌。地方政府本质上已经破产。而现在的过紧日子，就是在财政崩塌前的苟延残喘。然而，这场紧缩不仅发生在政府部门，还已经深深影响到中国每一个人。5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坦言当前物价低位运行，将影响居民就业和收入，于是决定推动价格合理回升。一句话就是物价要涨。虽然大家没钱花，消费也不振，但国家要涨价促消费。结果评论区炸锅了，怎么不先让工资合理增长？涨价刺激消费，你要不要直接来抢？ CPI 要涨，工资却不涨，这不是明抢吗？你可以不信网民的话，但你必须相信修饰过的官方数据。4月，中国 PPI 同比下降 2.7%。这是6个月来最大跌幅 ，CPI 也连续3个月同比下跌。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可怕的通缩螺旋，工厂产能过剩，卖不出去，库存积压，降价销售，利润压缩，企业裁员，就业减少，收入下降，收入下降，消费更萎缩，消费萎缩，企业更难活。这是一个自己吞噬自己的经济循环，直到经济系统彻底熄火。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层面的节衣缩食，是经济系统的系统性放缓。
一个靠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当出口被卡，市场被堵，资本被赶走，本国消费又无力支撑的时候，最后只能自食其果。你知道吗？现在有超过一半的外贸公司已经关门。一位涉外公司律师透露，中国现在的外贸业务减少了至少一半，一些地方的代理企业已经完全停摆。而本来依靠外贸的家电企业，现在也回流国内抢市场。海信、美的这样的巨头，原本靠出口吃饭，现在也开始挤进国内市场内卷。你以为这对老百姓是好事？不，是灾难。因为大企业回流会压垮中小企业，裁员潮正在爆发。一家中型家电企业老板对媒体说：“我们已经开始裁员了。”中国5月19日发布的另一项关键数据更加直观，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5.1%， 不但低于3月份的 5.9%， 也低于《华尔街日报》预测的 5.8%。细看商品分类，更加触目惊心。烟酒消费增速从3月的 8.5% 骤降到 4.0%， 饮料消费从 4.4% 降到 2.9%， 汽车消费从 5.5% 降到 0.7%， 几乎停滞。唯一还在增长的是粮油和药品。什么意思？中国人不再买车，不再买酒，不再买衣服，开始集中花钱买药和粮食。这是消费升级吗？不，是消费萎缩到极限的悲哀。而官方还在粉饰消费保持恢复态势。恢复你个头！更讽刺的是，在全民勒紧裤腰带的时候，中国政府却还在给外援送钱送粮。所以，中国人民勒紧腰带过紧日子，共克时艰过苦日子，都是为了丰富非洲人民的钱袋子和粮袋子。中国人过的苦是为了别人能吃饱，中国人勒紧裤腰带是为了别人能穿金戴银。所以，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没钱，而是钱花在哪了，谁来花，花给了谁。你以为勒紧裤腰带是喊给公务员听的，其实是喊给中国老百姓听的。你知道现在中国老百姓多惨吗？据央行2025年3月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中国人均存款达到了惊人的 13.7 万元，看起来是全民有钱，但真相呢？据百度指数大数据分析，搜索提前还房贷的人一年暴增7倍，社保断缴、信用卡逾期、延迟退休成了热门关键词。你要知道 13.7 万的平均存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身边的每一个零存款的人都被拉进了这个虚假的富人平均值里。而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 40% 的家庭是没有任何储蓄的， 20% 的家庭月收入低于2000元。2024年，国家统计局一纸报告公布，全国城镇失业率达到 5.2%， 但这个数字被认为严重低估。在微博、知乎、抖音上，随手一搜就是35岁失业，投了300份简历无回应，硕士送外卖，博士摆地摊。大学生群体的真实失业率已经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黎毅夫估算为接近 20%。这不是就业难，这是无业可就。为什么失业这么严重？因为企业活不下去了。更可怕的是，砸锅卖铁已经不是比喻，是现实。2023年，天津、贵州、内蒙古等地政府接连喊出砸锅卖铁保运转的口号。天津市发布2023年本级预算调整报告，明确提出通过调整预算，压缩非刚性支出，动用一般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来勉强度日。什么意思？就是老本都花完了，连锅都要卖了。与此同时，中国的通缩问题愈发严重。你可能会问，物价不是还在涨吗？涨的是房租、水电、燃气、保险，跌的是猪肉、蔬菜、手机。这种结构性通缩最伤的是谁？
是靠工资过活、没资产可变现的年轻人和工薪族。中国统计局公布的 PPI 同比已经连续下跌20个月 ，CPI 也基本贴的爬行。一边是物价跌不动，一边是工资涨不了。据58同城 BOSS 直聘发布的2024年求职大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招聘薪资同比下降 4.2%， 北上广深全部降薪招聘，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已经回到2015年水平。你能接受你比10年前刚毕业的自己还穷吗？知乎上一个爆火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佛系生活？点赞最高的回答是：不是佛，是没得选。996不一定能发财，但躺平起码不赔命。紧日子不只是财政收紧，更是全民耗尽希望。2025年，中国经济正步入一个比寒冬更冷的阶段。没信心，没消费，没工作，没方向，于是不婚、不育、不买房、不换手机、不进城的低欲望社会逐渐成型。这一切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早有征兆。从共同富裕到共同节约，从奋斗脱贫到习惯苦日子，从迎接盛世到准备断炊，中国真的缺钱了。缺的不是一顿饭的钱，不是一座楼的钱，而是一个国家继续运转、维持基本尊严的信任资本。你知道最恐怖的事是什么吗？不是过紧日子，而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紧会紧多久，还能紧成什么样子。